朋友们早上好，我是赵硕，今天是2月15号上午10点半。本来我想睡到12点去呢，哎呀，还是起来吧，得留上1个小时上山找猫去。这臭小子，哎呀，昨天晚上还行，不是特别冷，也就零下8、9度。戴上我的帽子，上山去找臭喵。储藏看一下，吹着小风确实有点冷飕飕啊，不过还好，依然是个大晴天。旭日初升的安进村庄。Hello， 小鹅同志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呦呦呦呦，好脏呀你！哇塞，它这个眼睛是蓝色的哎，蓝宝石一样。粉红色的房子，带了一根毛条，今天早上过去看看，用这个毛条能不能把它给引诱过来。这毛条一晚上都冻硬了，夹到我的胳肢窝底下，给画一画。吉尔格朗河啊，大吉尔格朗河，河谷北岸山坡上，一个个的小坟堆。这条路今天走第3个来回了，从来没有哪条路能被我来来往往走这么多次。看电线杆上停了一个小隼，哇哦，他在看我。哎呦，飞了！昨天晚上最后我离开的时候，他是从前面这棵树，然后跑到了远处的那个白房子那儿去了。我看到他了，他还在那个树底下。悟空，嘿嘿，臭小子，叫的跟死鬼一样，赶紧过来！逮到老鼠没有？晚上，真是叛逆期啊，彻夜不归，还离家这么远。哎呀！这舔嘴看来是昨天晚上逮的耗子了是吧？这会知道饿了是吧？哎呦，这冻得硬的都挤不出来了，化了一半，带冰沙的。让它舔干净，好，剩下的回去再吃，好吧？走。哦呦，哦呦，你这肚子还圆鼓鼓的啊！昨晚看来没少逮老鼠啊。走，带回去给你做饭了。臭小子！哎呀，这臭小子终于是逮住了，回去做饭。做完饭吃完饭就可以出发了，继续。这臭小子太记仇了。咱下午待会儿那会儿，我估计就是因为我把他从那个树上扒拉下来的时候，给强拽下来了，他就生气了。先是咬我，后来又挠我，再后来直接不理我了。经过一晚上饿肚子的感觉，这臭小子估计才把昨天的事儿给忘了。猫不大，但是这个记仇的劲儿不小啊。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。
小马、小羊、小喜鹊，哦，还有小牛呢。又见大鹅 ，Hello， 可以看它这蓝宝石般的眼睛。哎，这个角度怎么看起来没有那么蓝了？哦，这个角度看起来就很蓝了。哦，这个公的这个鹅，这个眼睛特别蓝。加点煤。大叔早上好，蹭了点大叔家的煤。上锅蒸饭，菜热的差不多了，米饭搞出来。哎呀，接下来给雏苗，把雏苗的羊肉，滚！来一只村里的小狗给，啊，不是小狗，大狗，站在门口给雏苗吓得上墙了都。走。这边给雏苗弄的驱虫药，还有早上没吃完的猫条。嘿。羊肉煮的时间稍微有一丢丢长，主要这个火力太猛了，给它和这个羊肉，哎呦，拌一拌。这个药粉，还有这个猫条，还有羊肉，全部都混合均匀。悟空，给我吃饭了，出民，快点！吃饭都不积极，臭小子确实思想有问题。快点吃饭了，听不懂是吧？这村子里面狗太多了，所以他吃个饭在这东张西望，时刻警惕。你看这臭小子，这羊肉吃了2口就不吃了。估计昨天晚上应该是老鼠没少抓。中午的1点半，行李收拾完毕，带上悟空准备出发。正式出发，离开萨哈村前往谢尔布拉克镇，里程40公里。小鹅，拜拜喽！这一段这个路有点烂呀，各种碎石子儿。还有未化的冰雪和水坑。接下来就要开始爬山了，这个上坡路还是得推，骑了一小段，骑不动了。接下来要翻的这个小山包，是属于大吉尔格朗河的北岸的一座山。翻过这座山，到那边就是新源县的谢尔布拉克镇了。这大吉尔格朗河在这个地方，基本上是作为巩留县和新源县的界河，然后
南边大吉尔格朗河南边就是天山，天山的那拉提山，那拉提山再往南，你猜是哪儿？竟然就是巴音郭楞州的河静县了，太离谱了！新疆面积最大的州，它的最西北角竟然都延伸到这儿来了，只隔着一座天山，太恐怖了！你要知道，巴音郭楞州南边基本上把半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都占了，太吓人了，非常大。克孜勒塔勒村往前走，右拐到国道578，得翻过这个山。这爬山公路看着全是雪呀！我的天，全是雪！这个路好像可以骑，试下。哎呦，哎呦呦！哎呦，这个路实在是太窄了，必须保持车头稳定。哎呦，哎呦！我还不信了。这路上这个冰化了以后，在中间这都形成了一个冰桥啊！它的水把中间这个雪化了一个洞，画了一个溶洞，上面是冰，下面水在流。这地上这个雪水都变成黄绿色的了，这马粪、牛粪全部化到里面了。这样真是肥沃的水啊！冬季积雪路段禁止车辆通行。看来这段路在冬天的时候很难走，直接封路了。这2天回温了，所以这路才好走一点。今天走的这段路是离开萨哈村往北，翻越这个小山脉。其实从萨哈村那边往东边去还有一条公路，好像叫什么电力天路，不过那个路冬天非常难走，山里面积雪太厚了。要夏天的话，那条路非常值得一走，往东可以直接去那拉提。雪坡上的雪闪闪发光，亮晶晶的。小呆牛，小呆马，2堆小呆草，我的天哪！小山羊羔，这冬天快过完了，他们还没吃完。呼噜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嘿嘿嘿！你看它这个毛茸茸的耳朵，我的天哪，跟假的一样。哎呀，哦，
太热了。这会温度应该是零上4、5度了，我估计。这太阳一晒在阳坡，哦呦，非常热。这个路的话就只能推，完全没法骑。幸好这个山不大，真的。这个山要大一些，那这个路我就果断放弃了。因为按照推这速度，如果山大一些，那根本就出不了山。这个山应该只是属于南天山的一个小小的余脉。现在走的这一段前后都很窄，两面都是山，很适合打伏击啊。前2天还冻得要死呢，怎么突然就升温了呀？哎呦，累麻了，累麻了！现在海拔是1370米，还有最后一小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有7、8个回头弯，直线距离也就300、400米，但是上去的话估计得将近1公里的爬山公路。哦，哎呀，今天这段路相当难爬呀！全程只能推，骑不了一点。哦，歇会儿，累死老夫了。哦呦，这个雪有点滑呀，含水量很高的雪。哎呦我的天！满地的冰沙，最后这一段全是 S 弯。随着海拔的爬升，才能看到南边的南天山有多么的高。刚才在河谷底下，它被近处的山所挡着，所以看起来南天山那几个峰不是特别高。现在这边海拔上升以后，这视野一下开阔了，我的天哪！南天山那是相当高啊，因为这一段南天山基本上属于整个天山山脉里面
比较高的一段了。然后再往西，100公里左右吧，就是天山的主峰托木尔峰，还有第2高峰，叫汉腾格里峰。下午的4点40分，终于是爬上了这个无名达坂。这儿的海拔是1463，接下来应该就是一路的下坡了。哎呦，终于是可以骑了！哎呦呦呦呦！今天这10公里的爬山公路实在是有点累啊，衣服全湿了。我估计这下坡这一会儿。等下山，我这里面湿了掉的衣服又给烘干了就。往后倒一点啊！起步错啊！Oh no！ 怎么又来兵？又来兵！各位来宾，各位来宾，这么多的兵，这种路骑起来老有意思了，得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，前刹都不敢捏，前刹要捏一下就要侧摆了。哇呼！终于是没有雪了。我还以为北坡雪会比较多呢，没想到北坡雪竟然比南坡的雪要少，很神奇啊！跑起来！这个图案看起来就很卡通啊。
距离前面的镇上还有12公里，终于是有信号了。整个山上的20多公里的路没信号。我的天哪，这几棵树上停满了乌鸦，莫非这个地方就是《神雕侠侣》里面那个铁枪庙啊？杨过他爹死的地方，这么多的乌鸦。终于是从山里面出来了，右拐去新源县，现在海拔降到了790多米。下午6点钟，终于是来到了肖尔布拉克镇。肖尔布拉克是哈萨克语，意思是盐碱泉。之前经过好多地方都有布拉克这个发音，泉水的意思。这个街上一溜的仿古建筑，看着还挺有质感的。得赶紧找个露营地。这边看到了一个长亭，这个地儿对于悟空来说就是七星级，又能玩又能爬树。悟空收藏。哎呀，好累呀，好累。盘龙亭。又是一个八角亭，心碎了。衣服搭在车子后面，你看这个泥水飞溅起来，这个水沫，哎呀，全粘在衣服上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 ！OK，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，吃面。你把这个煤灰全粘到爪子上，现在又舔了吃嘴里。哎，这边这个公园是真不错呀，景色也挺好。这边所在这个地方叫肖尔布拉克镇，同时也是72团团场所在地，两个基本上紧挨在一起。刚才问了本地的2位小帅哥，说这个地方经济还是相当可以。因为跟前有好几个大的酒厂，特别繁华的一个小镇。哎呀，哇，又是幸运的一天啊！刚从那个镇上从西边过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忧愁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一路过来都没有看到合适的露营地。”结果走着走到这儿，我的天哪，完美的露营地，又是幸运的一天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